263年冬，诸葛瞻在绵竹惨败，导致成都门户洞开。刘禅与大臣们商议后，决定向邓艾投降。随后，他要求姜维也向钟会投降，至此蜀汉灭亡。那么，立下如此赫赫战功的钟会和邓艾，为何双双死于蜀地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一计害三贤及蜀汉灭亡。12月24日，司马昭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册封邓艾为太尉，增加封邑2万户，封他的2个儿子为亭侯，各得封邑1000户。而此战的主将钟会则被册封为司徒，增邑1万户，2个儿子被封为亭侯。邓艾给司马昭回信说，凭借平定西蜀的声威，趁势伐吴，确实是席卷天下的有利时机。但是大战之后将士疲困，不宜立即动兵。他建议留下2万陇右兵和2万巴蜀兵负责主盐炼铁，同时在蜀地建造舟船，为日后讨伐东吴提前做好准备。另外，他建议将刘禅继续留在蜀地，因为如果将他送往洛阳，东吴人就认为这是软禁和流放，对于他们归附没有好处，等东吴归顺之后，再封刘禅为扶风王。接着，他以天子的名义拜刘禅为骠骑将军，拜蜀汉的太子刘玄为奉车都尉，拜诸王为驸马都尉，其他蜀汉大臣则根据地位高低，分别任命为朝廷官员。关于他的部下，师纂兼任益州刺史，陇西太守千弘等人则兼任蜀地各郡的郡守。之后，他将绵竹之战中战死的魏国将士和蜀国将士埋葬在一起，并且修筑高台，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。就这样，邓艾在成都搞得热火朝天，而作为此次出征的主将钟会，则在涪城备显黯淡，心中非常的不满。邓艾与司马昭的信件需要路过涪城，作为3军主帅的钟会便有机会看到双方的来信。钟会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，擅长篡改文书，于是他就将邓艾的书信改成傲慢无礼的语气，再给司马昭送去。久而久之，司马昭便对邓艾产生不满，让监军魏冠告诫他说，凡事都要上报之后才能定夺，不可自己擅作主张。可邓艾并不知道钟会从中捣鬼，他本身又居功自傲，志得意满，不但没有听从魏冠的告诫，还振振有词地给司马昭上言辩解道，春秋里说，大夫出守外地，如果遇到保卫国家或者有利于国家的事，是可以专断的。现在蜀汉已灭，东吴未平，而巴蜀之地与东吴相连，距离洛阳却很远，所以不应该拘泥于常理而错失良机。钟会见时机已然成熟，连忙给司马昭密报说邓艾准备谋反。胡烈和师纂也看不惯邓艾的做法，密告邓艾悖逆不道。264年正月初1，司马昭以皇帝的名义给钟会下诏，要求他立即逮捕邓艾父子，并用囚车将他们押回洛阳。钟会接到诏书后，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，他让魏冠率领少量兵力前去捉拿邓艾，邓艾肯定不会束手就擒，魏冠必定被杀，这样既能除掉魏冠，还能坐实邓艾反叛的事实。到时候，他只要率军攻破成都，杀了邓艾，他便是灭蜀最大的功臣。魏冠当然明白钟会的意图，但他无法拒绝。作为监军，他确实有逮捕将领的权利。如果不去，钟会便以失职罪将他拿下；如果去了，邓艾就有可能将其斩杀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前往。半夜时分，他到达了成都，然后立即向邓艾的部将发送檄文，告诉他们说，此次前来只抓捕邓艾父子，其他人一概不予追究。如果立即前来报道，爵位和赏赐不变；如果胆敢不来，诛灭3族。鸡鸣时分，邓艾的部将悉数到达，只有邓艾父子还被蒙在鼓里。日出之后，魏冠身穿监军的服饰，乘车前往邓艾的居所，将邓艾父子在睡梦之中逮捕。邓艾仰天长叹道，我身为忠臣，竟会落到如此下场，犹如当年的白起一样啊。这时，邓艾的部将们才醒悟过来，纷纷率军包围了魏冠的军营，准备拦截囚车，营救邓艾。魏冠并不慌张，身穿轻装出来迎接，并对诸将说，我正在给朝廷写奏表，为邓艾将军申辩，事情没有着落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成都的。诸将听后便相信了魏冠的谎话，停止了营救邓艾的行动。其实魏冠并没有为邓艾申辩，而是连忙派人通知钟会，让他赶紧率军挺进成都。
钟会没想到魏冠如此轻易的就将邓艾给逮捕了，连忙率军赶往成都。这时姜维发现钟会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可以利用他复兴蜀汉。他试探性地对钟会说，现在蜀地平定，将军你威德振势，可是韩信在战时不肯背弃汉朝，太平之后却惨遭杀害，文种不从范蠡归隐于五湖，最终伏剑枉死。现在你大功既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效法范蠡，退隐江湖，全功保身呢？钟会回答说，你所说的那些人都太高远了，我无法企及，何况现在还不是归隐的时候。姜维立即就明白了钟会的意图，便对他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其他的事情我相信以你的智谋定能解决，我就不用多言了。钟会也听懂了姜维的意思，只是两人都不说破。正月15，姜维率领大军进入了成都。第二天，他便召集文武百官为郭太后发丧，同时假传郭太后的遗诏，命令大军在成都起兵，废除司马昭。司马昭的亲信胡烈等人不从，钟会便将他们全都关入大牢，软禁了起来。接着他下令将邓艾用囚车押往洛阳，成都的所有将士都归他统领。至此，钟会的麾下便有了20余万的部众。他找来姜维，正式商议向北进军之事。他让姜维率领5万兵马为先锋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跟进，大军从包斜道进入关中，然后让骑兵走陆路，步兵则顺着渭水东下走水路，5天便可到达孟津，然后合兵攻打洛阳，天下便可一举而定。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司马昭早就对他起了疑心，不久他就收到了司马昭的来信。他对钟会说，我担心邓艾不肯束手就擒，所以我亲率10万大军进驻长安，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1万人马进驻越城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相见了。我将在长安为你接风洗尘。钟会看后大惊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，连忙找来姜维商议。姜维便建议他将软禁的北方诸将尽数斩杀，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将领，然后发兵向北。其实姜维的打算是，等钟会杀光魏国的将领后，他就想办法杀掉钟会，复兴蜀汉就有希望了。钟会再次想到了魏冠，他让魏冠以监军的身份下令斩杀北方诸将，可魏冠不肯答应，钟会便将他留下不准离开，两人各自握刀，彻夜未眠。魏冠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了胡烈之前的亲信将领邱建，便偷偷地告诉他钟会准备诛杀诸将，让他务必将此消息传入军中。胡烈属下的士兵率先发动兵变，紧接着其余各营的士兵也聚集到成都城外，要见自己的将领。钟会得知后大惊，命令魏冠以监军的身份出去安抚士兵。魏冠早就想脱身了，但为了不引起钟会的怀疑，他便故意说道，你是3军统帅，应该亲自出去解释。钟会却说，你是监军，你先出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魏冠立即下殿离开，匆忙往城外跑去。这时钟会突然反应了过来，立即派人去追。魏冠见有人追来，连忙扑倒在地，假装生病。此时城外士兵的叫嚣声越来越大，魏冠便对追他的人说，如果不能及时制止，恐怕会出大事。钟会的亲信无奈，只能让魏冠出城安抚士兵。魏冠出城后，连忙命令士兵拿来盐水狂喝，然后便开始大口倒呕吐。钟会随后派来了10几拨亲信和御医，御医告诉钟会说，魏冠重病不起，应该是命在旦夕了。钟会便放松了对魏冠的警惕。天黑之后，魏冠立即下床书写檄文，并派人送往各个军营，约定隔天早晨对成都发起攻击。正月18日凌晨，胡烈的儿子胡渊率众开始攻城，士兵们在没有将领的指挥下各自为战，向成都发起攻击。钟会得知后大惊，连忙召来姜维商议。姜维无奈地说道，事到如今，只能拼死一战了。于是各自率领亲信开始抵抗，但很快士兵们便攻入了城中。魏军进城后烧杀抢掠，成都城顿时陷入了人间炼狱。姜维和钟会战死，蜀汉的太子刘玄被杀，姜维的妻儿被害，蜀汉将领张翼、蒋斌和蒋显以及魏济等人也全都被魏兵杀害。混乱持续了几天之后，魏冠才终于控制住了局面，使成都恢复了正常秩序。此时邓艾的亲信已经追上了囚车，
准备将他迎回成都主持大局。魏冠得知后，连忙派遣与邓艾有过节的田旭前去拦截。邓艾是魏冠和钟会共同上书诬告的，而且还是魏冠亲自逮捕的。如果邓艾返回，那他将必死无疑。田旭率军赶到三灶亭，即今天德阳市黄许镇的时候，遇到了准备返回成都的邓艾，田旭便将邓艾父子以及师纂等人全部杀害。至此，灭蜀之战的两大功臣邓艾和钟会双双死于蜀地，将为复兴蜀汉的愿望也终究落空，蜀汉正式灭亡。刘禅被举家迁往洛阳。那么，刘禅为何乐不思蜀？他最后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